这帮人的心也太狠了吧！好了，这针眼都快找不见了，你上哪门子药啊？我就上。什么人啊，往人膝盖里面扎针，珍贵上一盏茶，那这腿不就得废了？你我也在冷宫住了数年，这种阿杂手段不早就司空见惯了。可我心疼公主啊，这才出虎穴，咱们就又入狼窝了。这里可比在北苑宫中好多了，起码我可以逃，可以躲，甚至可以反击，不像是在吕后面前，为了长诀，什么都得生生忍着。咱们应该把这事告诉沈相，让他去惩治手底下的人啊！告诉他，这针呀，指不定就是他放的。当然，孟夫人也有可能，端娘子和秦娘子都洗不清嫌疑。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试探我的底线，我的本事，以及我的目的。今天这个门，若是没有得到他的默许，不会进得这般难的。底下的人都看他的眼色，自然就都跟着踩一脚了。四面楚歌，咱们这以后可怎么办啊？面对奸相，自然要做小伏低，降低他的警惕；面对其他人，则必须锱铢必较，太过乖顺亦是反常。总之啊，我们先稳住奸相，在此立足便不是问题。公主，这都快要到合金礼的时间了，这奸相怎么还不来？进门第一关是秦娘子，敬茶是孟夫人，现在到她了。相爷，今晚府上都盯着您，您真不去合金礼？怎么，你想去啊？是不是查出那晚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？一个娇弱公主心怀大义，千里迢迢来到大齐，又落入这吃人的后院，手无缚鸡之力的。没关系，才更可疑。焉知他是不是图谋更甚呢？相爷，江娘子侍女青台求见。公主说，相爷公务繁忙，她就不叨扰了。今晚的合卺礼也会让喜娘依着相爷不在的境况来准备。什么喜娘？公主不懂大齐婚俗，怕出差错，早先求齐王陛下从宫里拨了个礼乐女使过来充当喜娘。今晚征春阁的议姻事宜由她指点校读。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去把窗子打开吧，免得外面盯着的人看不清楚。叹什么气啊？你放心好了，我把女使都搬出来了，她一定会来的。我不是怕她不来，这奸相如此浪荡不羁，奴婢怕他会对公主乱来。他提防我都来不及呢，来了也只是走走过场。见过相爷。我是薛家的，请通报一下沈相。薛家？对，没听说过。你只管向相爷通报，就说有个姓薛的来见诺了，他一定会见我。我先带您去偏厅。好，多谢。见过相爷。出去。相爷能来，桃花欣喜不已。怎么？不是你费尽心思让我来的吗？相爷也太心急了。这扇子是要等新郎吟诵雀扇诗后才能掀开的。
你这么碍眼，不怕把自己给演进去吗？桃花对相爷一片真心，天地可见，怎会是演的呢？宋女士到。相爷自重，情浓意切是好事，但该有的规矩不能少，不然便是我大齐失了礼数。宋女士，桃花长于北地，自小散漫惯了。相爷公务繁忙，还能拨冗前来，我已然心满意足。不如就删繁就简，喝个交杯酒，送你使见证即可。这话倒叫本相惭愧了。什么事情能有公主重要？有劳女使，按规矩来。这公主怎么还端了盘肥肉来？听说是他们北地的荤俗，可咱相爷不食豚肉啊。肥肉好啊，丰盈富足，福寿连绵。二位新人，拿筷子吧。相爷今日给了桃花许多惊喜，桃花无力回报，只能选了块最大的福气献给相爷。这新夫人可真贤惠啊，相爷快吃啊！江娘子有心了。行合锦礼。这喝锦酒，怕不简单。你既不安好心，就别怪我对付你。桃花不胜酒力，少喝一点，相爷不要介意。公主不是处处以我为尊吗？还是说，对这桩婚事根本就不满意？既是合锦酒，自然要与相爷共享。相爷大气，江娘子温柔小意，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礼成，入洞房。哎呀，这还了得！得赶紧回去告诉夫人。我也要回去告诉我家娘子。已经通报过了，相爷今日纳妾，耽搁了会儿，马上就来。你先用茶。那我还是明日再来拜访吧。
小心点，别被看见。是。何不让孟婷一块送出去给大公子他们，让他们解一解，才知道我这个女儿还是有些用处的。更衣。啊？北院的嬷嬷没有教过你圆房一事吗？教是教过，可……公主费尽心思嫁进我相府，怎么到关键一步，还扭捏起来了？没有扭捏，我们不过是走走过场，我没有想过真的要圆房。球里有东西，不过是一点南越的小特产，会让人神思恍惚，尽吐真言。既然沈相不相信桃花，你想问什么就直接问吧。说，为什么非我不嫁？桃花本就是不受宠的公主，被迫来此地和亲。本以为余生寂寥，可醉梦楼一夜，让我有了新的期望。沈相先自欲色，朝堂之上又气宇轩昂。桃花对沈相一见钟情，世人皆说我奸邪狡诈，作恶多端，你不怕吗？怕。可为相者，若无雷霆手段，便自个儿也会万劫不复。桃花宁愿相爷再坏一点，这样总好过明朝被他人踩在脚下。巧舌如簧，你嫁进来，难道就没有别的目的吗？桃花发誓，嫁给相爷只为苟活，而活着是想要与相爷相伴。你最好没有别的心思，不然……公主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那奸相又给公主喂药，这一个两个的可真不是东西。我惜福之所以，吕后也算做了件好事。啊？可能是降桃丹的毒性太猛，且又克制其他蛊毒的功效。一开始我的确有些不对劲，但很快就好了。既然天赐良机，索性就陪他演下去了。
那南岳的图真谷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相爷，何事？轩然死了。我们发现他的时候，他被丢在了乱葬岗。炮找到了吗？没有，身上附近都找过了。相爷，此人所受致命伤乃脖梗处刀伤，刀痕不深，并非大力所杀。剑指在他身上找不出任何反抗痕迹，小的揣测，应是被人迷昏后再杀害。这黑土是为了养花，我曾特意高价请人去北方运了不少黑土来，怎么会这么巧，出现在血人的鞋底？难道？战卢，马上封锁相府，所有人禁止出入，违令者杀。是。相爷有令，封府。不过相爷，那接下来呢？敌暗我明，我该当如何？这戏台子都搭好了，还怕唱戏的不来吗？只不过还缺一剂猛药罢了。将画在我这的消息放出去。明白。相爷，你说他们既得了化，还真的会来犯险吗？要来了自不必说。若是真全无动静，府中能如此沉得住气的，恐怕也就只有那么一个了。孟平来报，说相爷得到了薛仁的话，万一薛仁真的留下了别的线索，或者他藏在身上的那幅根本就是赝品，那咱们岂不是？也有可能相爷手上那幅才是赝品。孟平去书房附近看过了，附近的守卫确实增加了很多，所以找不到机会进去。相爷故布迷阵，无非是想引蛇出洞。咱们不如借力打力，祸水东移，看看相爷究竟是何盘算。书房、花厅，那奸相他自己的房间，这里是夫人和齐娘子他们的住处，这儿是住着丫鬟们和小厮们的东西厢房。这画进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公主误打误撞也是嫁对了。不过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奸相藏哪儿呢？我猜不是书房就是卧房，咱们多探探。不可，太过显眼了，只能先去一个地方。战卢平日都守在哪儿？书房。相爷请江娘子移步书房。相爷可有说叫我去做什么？这怎么会跟小人讲？知道了，你先在门外候着，我进个手边去。哎，是。公主，我们刚要去书房找画，这就送上门来了。这天下哪有如此巧的事情啊？连你都觉得有问题，说明这问题不是一般的大。公主，单凭你我，连靠近这书房都难，不如顺水推舟，将计就计，借着幕后之人的安排，查看一二。既然有人想要拿我当替罪羊，焉知不是我的免死金牌呢？那里就是书房。相爷吩咐，让江娘子在屋内稍等片刻，她马上就过来。还有段路，你不引我过去吗？书房内机要甚多，平日里只有战卢侍卫可以进入，小人不敢靠近。下去吧。哎，是。
去了书房。轩然出事的时候，江桃花主仆都在蒸春阁，绝无可能。凶手是特意引他来试探此局真伪的。谁带他去的？只看见江娘子一个人从小径过来。此人熟知路线，定是有备而来。这么多画，哪幅才是日照千峰图呢？每幅画的笔触都不相同，是不同的人仿的。可上面的印却都是这个叫薛然的。先不管了，把话都记下来，回去临摹以后再细细查探吧。暗格。相爷，本相没空陪你演戏，说，谁让你来的书房？换我来的不过是一寻常小厮。桃花刚进来1天，怎么会知晓他的姓名？那样貌总该记得吧？只认出来，本相就相信你是受人哄骗才进的书房。若是桃花只认出来，怕是又要让人给恨上了。相爷若是想给桃花树敌，总得说清楚这缘由吧。安可被动过。再者说，这书房里都是一些字画而已，相爷何至于此？如此说来，这书房里的东西，你都查看过了？桃花一直站在此处，未曾随意走动。那就好。公主，哦不，现在应该叫你江娘子了。江娘子不必再费心讨我，也不要觉得借由此事便可拿捏本相。你不指认，本相一样查得出来，只不过多费些功夫罢了。但到那个时候，江娘子的嫌疑可就洗不清了。江娘子信不信？哪怕有一天你暴毙而亡，而本相依旧会是左相。至于你的那些小心思，不论是什么，也都不重要了。今日当值的杂役都在这儿，能不能找得出来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江娘子来来回回走了3趟，可找到那人了吗？
是你蓄意包庇，还是压根儿就没这个人？本相最后再给你一炷香的功夫。所有人，抬起你们的右脚。江娘子怎可血口喷人？我今天不值夜，早便睡下了，何曾去询问你啊？相爷明鉴，现下封府四处都有人值守，哪一个见我天黑以后出过门？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法子乔装，但一定是你。母后曾对我说过，一个人什么都可以改变，唯有走路的姿势是变不了的。你的左鞋外侧磨损严重，可奇怪的是，你右脚却习惯用内侧发力，以至于右鞋是内侧磨损严重。若是我没猜错，你的右脚外侧，也就是脚踝处，曾受过伤。真神啊！前2年他崴脚，还是我照顾他。是，我身上有伤是不假，可亦有可能是江娘子看了我鞋底之后，故意栽赃陷害于我。前几日刚下过小雨，你带我走的小径还有些泥泞。相爷现在可以去查看，也许脚印还在，采来对比便可知道。压下去，我亲审。相爷，他没气了。既有脚印，何不早说？那是我诈他的。若此人当真清白，自然无惧。不过相爷，现下此人已经畏罪自裁，是否可以证明桃花的清白了？能是能。不过江娘子能否告诉我，既然觉得那人可疑，暗中观其步态，又知晓书房乃是禁地，为何还要听他的话进去？桃花突然收到相爷传话，喜不自禁，就一时昏了头脑。谢相爷。那奸相本就喜怒无常，那幅画又如此关键，他威胁几句，应当只是恼怒公主进了书房。自从母后离世，我见过太多心怀不轨之人，有想害我的人，有想折磨我的人，自然也有想杀我的。昨日在书房里，他好像发现我动过暗格。沈在野那边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那需要奴婢提前准备些什么吗？事情还未出，太杞人忧天，只会徒增烦恼。这几日小心即可。好，我听公主的。这一大早，相爷怎么来我这儿了？知道夫人这有好茶，特来讨一杯喝。夫人昨夜睡得可好？无风无雨，自是一夜好眠。昨夜府中闹了一宿，夫人竟还能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安身休息。
着实令本相羡慕啊。昨夜出了何事？一名胆大包天的小厮，竟易了容引江娘子去了书房，且不知有什么目的。此人名号孟平，是门房的小厮，夫人可有印象？此人平时胆小怯懦，向来老实本分，怎会做这种事？不过是幕后之人指使罢了。战路已经去查了，若是查到此人，该怎么严惩？还真被相爷问到了。妾身虽掌管中馈，却不知如何处理妥当。我知道，心有二意之人，自该严惩。这么多年，夫人还是只喝得惯右相送来的老君山。夫人，月堂，相爷对我起疑了。那幅画得尽快送出去，迟则生变。是。丁锦、孟真真，一举一动，皆要来报。那江桃花，公主，苏阳排梯里脊，胡麻油炒鸡蛋，香煎酥乳桃花酥，还有小炒肉。公主，咱们吃吧。去把元针拿来。不用那么麻烦。前几日书房一事，江娘子受惊了，为表补偿，特意寻了这些北院美食，以慰江娘子思乡之苦。蒙相爷厚爱，桃花惶恐。既担心有毒，怎不想想，本相也有可能是吃了解药才来的呢？相爷若想杀桃花，有的是办法，何必以身犯险呢？倒是有些自知之明，不过本相好奇，这玉京贵女多半娇生惯养，你好歹也是北院嫡公主，怎么竟生得这般审慎周密呢？正因是嫡公主，一言一行都被人盯着。所以对万事更要见微知著，相爷觉得呢？不过既然嫁进了相府，以后也不必如此谨小慎微。这几个菜是奖赏你识出了孟平有功，明日世子在鹿野苑设宴，你与我同去。世子设宴，按礼制应当是夫人陪您去。你方才不是也说了，你身为公主，言行举止自然比他们更加体贴周到。况且，你心思细腻，我更放心你。
此事不必在意，做好准备便是。公主，今日这奸相活像是刚长出良心，说话都变好听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明日世子宴上，你我务必要小心。明日之事准备的如何了？禀相爷，已备妥了。可是江娘子毕竟是北院公主，嫁进来不到7日，要是出了事，主上那边应该如何交代？是世子动的手，又何须本相交代？明白了。自卯时一刻动身，桃花这一路上，水米未进。相爷不说备点点心，这一口水总运得出来吧？此次前去鹿野苑，一路俱是荒郊野岭，都用了饭食，难免不便。那相爷方便吗？本相是男子，自是无畏。世子设宴，琼浆美酒无数，江娘子到那儿再用也不迟。此处景色宜人，本相特意来此欣赏雨景。江娘子若是有意，也可四处逛逛。桃花这一路舟车劳顿，力不从心，可否以青苔先行休息？随你。任你玲珑心肠，也逃不出必死之局。赏景，这沈在野怎会有这样的闲情雅致？这次带我单独前来，莫非是给我设下了陷阱？光天化日，亮的奸相也不敢动什么歪心思。这些个喝枣仁茶是主人特意为公主准备的，二位请慢用。安全。也安全。这枣仁茶的味道还真不错。这蟹膏咸甜可口，真好吃。公主，你快尝尝。不能喝。怎么了？我突然想起一事，在我12岁那年，吕后得了客伤，供来的一篓子海蟹，悉数赠予了我。那蟹味道鲜美，但我吃后却蟹了几天，
险些没命。那这谢高公主可万万不能碰。原本我和你一样，以为是这谢的问题，于是便去找父王哭闹，被禁足了许久，说我惹是生非。后来，是一个来自南方的小太监看我可怜，偷偷告诉我，这谢没问题，只是若与早人茶共食，便会引起暴下之症。从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，想害人，不一定是要下毒的。怪不得，咱们那么早出门，这一路上那奸相水米不给，竟然是在这儿等着呢。他肯定是想着，我来自北地，又是公主，就算吃过血，也是宫人们精细伺候着，定不会知道这些冷僻禁忌。只是，那奸相为何想要让公主亵渎啊？如此说来，这书房里的东西，你都查看过了？世子设宴，照礼制，应当是夫人陪您去。你心思细腻，我更放心。这些个喝枣仁茶是主人特意为公主准备的。他是想借世子的手除掉我。禀相爷，婉娘已将吃食送过去了。告诉婉娘，让她一定沉住气。现在世子未到，万不可露了马脚。他不会在世子来之前动手。他是想等我生了谢正，开宴后频频离席，他再寻找机会杀了我，栽赃给世子。可是公主才刚刚进府，她怎么敢？她有什么不敢的？担罪名的是世子，到时候，一个活着的储君和一个死了的和亲公主，对齐王来说，孰轻孰重？而沈在野，他新娶的妾室被世子所杀，齐王说不准还得补偿他。真是一个一石三鸟的妙计。公主，索性我护着您一路杀出去，咱们离开这不可齐国算了。不可，长觉还在等我呢。那咱们怎么办？不能在这坐以待毙啊！相爷，婉娘来报，说公主已经毒发了。按照剂量来算，分明过一阵子才能发作，怎么现在就开始了？兴许是江娘子水土不服，身子弱。计划提前，让婉娘现在动手，待到世子进门，随便寻个由头弄脏她的衣衫，再引她去江桃花那里换衣服。届时，死了的江桃花和换衣的世子，正是一出失手杀人的好戏。明白。我这谢正来得太急，不知何时才能到如厕的地方。公主不必忧虑，同来便是。如此歹毒，我们该如何破局？过会儿我假装毒发，放松奸相警惕，引其出手。待他去门口迎驾世子之时，你我才有逃离之机。但此计惊险万分，能否逃出升天，就看你的了，青檀。这些没眼力见的下人就该剁掉一只手，往后便会听话一些。真是可惜了本宫这件衣裳。殿下不必为了这点小事坏了兴致。换好了衣服，沈某陪您不醉不归。沈相自罚3杯。
持自己啊！为何会无事发生？婉娘，请逃啊！公主小心！相爷，陆爷岳上下搜捕江桃花，不留活口。是。如果江娘子已逃出鹿野苑，咱们怎么办？他们无依无靠，定会去找主上庇护，务必在进城之前将他拦下。是。那世子那边，我先去稳住他。快回去禀报沈相，发现公主行踪了。是。公主，咱们去哪儿？往玉京城里去。那奸相一击不成，定会在城中布下天罗地网。咱们要不要先在山里躲一阵子，再做打算？他既已动了杀心，躲是躲不掉的。现在能救你我性命的，唯有一人。青檀，你一定要帮我拖住追兵。我找到救命之人前，还需要一个筹码。筹码？对，打动那个人的筹码。公主放心，就算拼上青檀的性命，我也不为你拖延时间。哎呀，今日卖了这半扇猪腿，还有这滩猪血，咱哥俩定要进城饱餐一顿。好，猪血。来了！北苑承平公主，将士求见四殿下。你！那北苑公主有倾城之姿，沈相既带她来赴宴，又为何将她藏起来？不凑巧。江娘子一到这儿便病倒了，怕过了病期给世子，便叫她一旁歇着去了。也罢，本宫今日寻你，本也是有其他事。世子，府中突发急事，今日之宴，怕是只能到这儿。等等，本宫来此花了整整1个时辰，沈相好大的威风。席未开，一句话就要走。事急从权，还望殿下见谅。若本宫不想谅解呢？那便随你。下贱胚子！跟本宫垫脚都不配，竟敢这般猖狂！世子，大怒上身，咱何不把力气留着对付沈相，让他也吃些苦头？世子。
在也如此目中无人，本宫也不用费心思试探他。他要查恶钱，就让他去查。等他查到没了路，就会作茧自缚。是。相爷，属下大意，误将乔装的青台当成江娘子，未能将其拦下，请相爷治罪。倒是我小瞧他了，往城里去了，却没去见主上。这玉京城里，还有谁会帮他呢？相爷，相爷，哎，可算找到您了。我家四殿下邀您过府一叙。哼，原来是找了四殿下当救兵。情况如何？臣医术浅薄，现在只能先将公主的血止住。想要完全治好，臣还需去配一副吗啡散，服用后缝合伤口。公主伤得这么重，怎还有心情笑啊？只是想起年幼时每每受伤，我那胞弟便替我担惊受怕。我在齐国无亲无故，看殿下刚才的样子，实在是觉得亲切。小心些。是。我虽名义上有3个哥哥，但我自幼在行宫长大，并未感受到多少人伦之乐。天家情淡，公主能有如此兄弟，实属难得。兄弟姐妹是缘分，也是选择。醉梦楼一劫，众人弃我于不顾，是殿下为我奔走发声。我又一次卷入风波，是殿下出手相救。殿下的恩情，亲手桃花一般。哎，公主不必行礼，我也不过是从心而行罢了。只是，公主为何会受如此重伤啊？今日相爷与世子在鹿野苑相约，便带着我一同去了。岂料却遇上了刺客，我便寻不到相爷了。竟然是这样！公主独身在外，多有不易。若不嫌弃我人微言轻，日后有任何困难，寻我便是。多谢殿下。义女，义女，药熬好了吗？殿下不必了，我这伤口不便示人，还是回去自行处理吧。是不便示人，还是因为凭空捏造，不敢示人呢？相爷，沈相这是抄家抄习惯了吧？真是闯他人宅院，如入自家之门呐！本相听闻江娘子在此，心急寻人，若有得罪之处，还望四殿下恕罪。江娘子，若是闹够了，便随本相回去吧。桃花这就随您回去。公主，他都伤成这样了，你不关心便罢，连让他安心疗伤都不行吗？四殿下少安勿躁。江桃花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出身乡野的我。这血如此腥臭，分明就不是人血。在相爷眼里，桃花都不是人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沈在野，你为人臣，在朝中横行无忌，引来杀身之祸；为人夫，
又潦草色泽，不管不顾。你现在又有什么资格对公主？你……桃花本以为，在鹿野苑的那群杀手是冲着相爷来的，我只不过是吃鱼之祸。现在看来，是相爷想要桃花的命，如此，拿去便是。沈在野，也许旁人怕你，但是我可不怕。公主遇刺一事，我管定了。我既知寻常手段骗不过你，自然要舍弃自身，搏出一条生路。现在有了4殿下作保，我倒要看看沈相爷还能如何杀我。沈相，公主是你家眷，按理我不应该多事，但是今日的情况已经容不得我避嫌了。我就问你，公主遇刺一事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我希望你想清楚再回答，别再用那套朝堂上的把戏来诓骗我。是。我真后悔当初在朝堂上附和了他的主意，让他下嫁于你。我本来想这堂堂公主，甘愿做妾，应该也会多得你几分照拂，却没想到你竟然为了一己私利，将对付朝臣那些手段用到一个女子身上，你真是……你下作至极！殿下，世间万物，并非非黑即白，有时做错误的事，也是为了正确的决定。殿下赤子之心，沈某佩服。不过殿下就算想要仗义出手，总不能把江桃花拴在你府中一辈子吧？如果你要将人带回去的话，就必须当面向我保证，以后会保护好她。记住，不管她出任何事情，我都可以算到你的头上。再不济，我也是父王的亲儿子，我纵使拼上这条命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沈某应下了。4殿下恕罪，乔娘子死活不肯服用麻沸散，在清醒状态下缝合，臣实在下不了手。缝合完伤口，你就能治了？是。那我去吧。你不会又想耍什么歪心思吧？殿下方才不是说了吗？若是江桃花有个3长2短，全都算在我头上。如今，我才是最害怕她死的那一个。况且，如今去请太医院的人来不及，不然，殿下自己来。我准你一试。最后再问你一遍，确定不用麻沸散？不要。既选择了硬撑，那便撑住了。说说，怎么看出来的？妾配枣仁茶，用过。你倒是运气好。我真运气好，就不会躺在这里了。
大齐权贵众多，为何偏偏要找四殿下求救？我不过是赌一把。今日若赶去宫中，必难逃你的埋伏。不如反其道行之，事实证明，我赌赢了。休息一会儿吧。不必，断断续续，更容易昏过去。昏过去又如何？相爷，真是明知故问。昏过去简单，还醒得过来吗？你不用麻沸散，是因为怕本相再给你下毒。堂堂北苑公主，竟活出了绿林草莽的气势，真是不义。若非如此，如何能在豺狼虎豹的环伺中求得生机？沈三爷，你到底会不会防阵？会，只是觉得你这副生气的模样，比你那副拿腔拿调的做作模样顺眼多了。闯入棋局，落子无悔意。纵然这一生差错，可我求我此生都经过。不为命运的蛊惑，斩断了因果。缘分这一世交错，爱过恨过，终不负嘱托。以星火淬炼成我。还不如等院判他们来。那还是让本相府会好得快一些。毕竟，给死人缝肉，给活人缝。一女，进来给他包扎。是。沈相这针脚，这日后留了疤，怕是难以示人了。此处本就只有我能看，吓不到旁人。你也不必如此风声鹤唳。我已答应四殿下，会保你性命。睡一会儿吧。头回觉得棋逢对手，没想到竟是北苑公主。相爷，江娘子已经昏迷许久，妾身要不要再去请次大夫？不必，她已无大碍，再静养些时日便可。另外，江娘子养病期间，所有支出，钟馗当以征春阁为先。府中有任何人怠慢，家法处置。妾身明白。别走。这是我们浩都的灵酒，取湖水为酒，飘逸平步，酷烈芳香。等你长大就知道了，它比咱们宫中上贡那些寡淡之酒可好喝多了。
母后，好漂亮。小妖，可是父王说，女孩子不该碰这些。这个怎么办？这个呀，不卖，它呀就是天头。看见那铃铛了吗？只要射掉它，这个就是您的了。母后，那么远，我都看不清，能射中吗？老板，借我一件。哎。母后好厉害呀！男子是天上的雄鹰，女子亦是草原的骏马，没有谁不如谁。桃花，你记住，你要想做的事，便没有做不成的。你在母后的心里是最勇敢、最棒的宝贝。月桃，你陪我家来神府这几年，可曾见过相爷这副神情？夫人莫要多想，咱们才借着江娘子去书房刺他，隔了几日，他便遇刺重伤，可见蹊跷。我明白，江娘子遇刺，与相爷定脱不了干系。可今日所见，相爷对江娘子的情谊又不似作假。咱们这位爷，当真是天生做官的了。有情又如何？当了他的路，任谁都得死。那咱们可要尽快把东西送出去了，不然叫相爷发现。那奸相现下对公主态度大变，不会是在谋划什么新的阴谋吧？见招拆招不是长久之计，我得想一个能制衡他的法子，化被动为主动才是。但公主的蛊毒马上又要发作，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拿解药，我们要不要赶紧把话送出去？我现在就把他们默写出来。把这个交给杨万清，就说这里面都是吕后要找的日照千峰图。可是之前封府的禁令还没解除，现在府上谁也出不去啊。没说不让人进来吧？虽然没说不让进，但最近确实也无人进府。没说不行，就是行。总之，若想在房间里开个窗，就得先让人相信你要把房顶给捅。让我出去！让我出去！为什么不让我出去？谁下的命令？青台姑娘，青台姑娘，不要为难小的。相爷吩咐过了，现下封府，谁都不能出去。我家公主重伤刚醒，因思念家乡，她就想吃口北院的点心。你们现在连这么点小事都不能满足吗？你们相爷之前说了要照顾好我们家公主，你们现在一个两个推三阻四，就不怕相爷知晓了责罚下来吗？让我出去！让我出去！江妹妹，江妹妹，出府一事，我实在做不了主。你想吃什么，尽管吩咐后厨。我们北院的点心，你们齐国的厨子能做好吃吗？
好歹也是个公主，相爷前脚刚吩咐，后脚就为了口吃的闹成这样，一点大局观都没有，真丢人。桃花死里逃生一回，到现在还觉得心有余悸，总是忍不住的想家，让姐姐们见笑了。连口吃的都不给，还好意思说是以征春阁为先呢？青檀，又不是夫人不通情理，是有刁奴拦着咱们，从中作祟。江娘子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小的也是奉命行事。你奉谁的命？你们相爷分明说了，若有怠慢，家法处置。江桃花，你别以为你流了这几滴血，你就……公主，秦娘子她怎么还打人呢？干什么干什么？分明是你家娘子自己打的。胡说八道什么？都看见了，我亲眼看到是秦娘子推的。别在这胡说八道，够了！不要伤了姐妹和气。此事去禀告相爷，让相爷来做定夺吧。既是江娘子起了思乡之情，便允她吧。不过出府不可难，想吃什么，找人送进来。其他娘子也同意，缺什么，找夫人一并参办。明白。相爷，这江娘子自从遇袭之后，属实是性情大变。变什么？不过是狐狸的尾巴藏不住，现原形罢了。明明不是我要找的人，却蹦跶得这么欢，那就顺便帮我当一回钓鱼的饵吧。站着，干嘛的？我是来送菜的。夫人可有什么需要采买的？相爷吩咐，谁也不能漏。夫人想要。月桃，替我谢过相爷，我一应具足，就不必了。把东西给他，人不准进。夫人，方才是相爷的计。他此前已对我起疑，如今更不惜坐骑引我入局，可见此物关键，不容有失。只是如今这情形，怕是出不了府了，还是得另想办法。既然相爷已经怀疑到咱们了，不如这次便罢了。不可，世子与孟家一荣俱荣，我绝不能冒险。您也该为自己的以后打算一下呀。您对相爷的心意，奴婢都看在眼里。可若您这次真的成功了，您跟相爷便就真的没有可能了。以后，我是孟家嫡长女，孟氏只有孟家的以后，哪有我孟真真的以后？此物必须得想法子送出去。这是日照千峰图。若照娘娘所述，沈相私藏，薛然所作，日照千峰图，那便确凿无疑。不过，这些画笔触各不同，并非一人所作，只怕是那奸相寻人仿制，刻意放在书房为引蛇出洞的。什么意思？青姐不必着急，沈在也这么做，说明那画不在他手中。还请青姐帮我转告娘娘，请再耐心等等，我会帮助沈在也一起把画找出来的。娘娘常夸公主聪明，今日看来果真如此。
只是公主，日后做事还是不要那么多小聪明。毕竟这个解药只能得1月安稳，下次可不能这么蒙混过关了。亲姐放心，桃花心中有数。夫人倒是沉得住气。这么好的时机，夫人却没有行动。每日不过品茗赏花，习字抚琴。她不行动，我们也不好贸然出手，倒是僵住了。还请通报一声，桃花感怀相爷体贴，特来拜谢。让他进来。多谢。那掌柜说，桃花穿的是当今玉京城里大齐贵女们最时兴的款式。相爷快看看，好看吗？10两金1尺布，江娘子还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。等我把话说完，相爷怕是都要觉得便宜了。江娘子今日好像不太一样。似乎多了点底气，只是知道了相爷的一点小秘密。知道本相的秘密，恐怕不是什么好事。这几日桃花一直自省，到底是做了什么，竟让相爷想要杀了我？思前想后，应该是那日误闯了书房，坏了相爷钓鱼的布置，而鱼饵就是那些画。连上封府一事，应是有人拿走了相爷想要的画。继续。顺着桃花指认出的小厮，明明是可以查到幕后主使，但奇怪的是，他死后府中毫无动静。这说明背后之人是相爷不想动，亦或是不能动之人。江桃花，你生在深宫，应当知道，好奇心越重，死得越快的道理吧？桃花自然知道，只是我一介弱女子，身处异国，若想性命无虞，只能与相爷合作。若是桃花能帮相爷找到那幅画，相爷可否答应护我周全？您想与我合作？多一个帮手不好吗？牛羊才会成群结队，而我习惯独行。江桃花，你的确有几分机敏，也算得上是有勇有谋。但那又如何？堂堂一国公主，还不是弄得一身伤痕，以一个妾室的身份，苦苦哀求一个转机。见几日情形，相爷与夫人已至僵局，他不拿出画，也得不到画，而我却有破局之法。桃花愿为相爷驱使，不知相爷愿不愿意给一个同行